你给我切啊！那切那一刀少一半价钱。阿志应该是改不出来。啊，你切啊！你给我切啊！不能切吗？那切那一刀少一半价钱。我买这个是来拍片头的，我是要给各位观众看说，哎，你看这个骨钢，这个翅膀，哇，这个可以打开有多帅，就这样就好了。你给我切了，我给你拍盒子而已。我们现在要省吃俭用啊，我们做模型的人，这个翅膀会打开啊。我们不能买一个 HG 一个 RG 自己把这个切开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我这辈子只有买过2支 MB， 第一支 MB 是攻击自由，我已经转卖啦，太贵了，收藏不起啊。第二支 MB 就是这一支骨钢，我只是想买回来看看盒子。你阿龙你给我切，偷贼啊！哎，有没有人要买？我真的是买回来看盒子，我跟你讲哦，这里面的空气我们都还没有吸过，有没有人要买啊？有人收50收，不是收屁，50收，你帮我去网络上看看。哎，我们这个紧拆胶带里面都没有打开。哎，阿志来，你看这翅膀不能开。对啊。哎，你改跟这样，我看这样哦，有没有？我跟你讲，哪里可以开？你就把这个打开就可以开了。不要，你赶快，你把这2盒改做在一起。我不会啊，你找耀仪了啊。
你就这么轻松的实现了我的梦想。有吗？有啊有啊，好像改很大哎。对，其实它改蛮多的地方，就是主要是头、胸跟肩膀。头、胸跟肩膀，对，听起来只有3个部位，可是改的东西其实算很多很大。对，因为最主要 RG 跟 HG 这个造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们现在是想把 HG 的这个披风套在 RG 上面。对，那第一个一定是需要做很多的这个镂空啊，然后或者是尺寸的调整。那我又帮耀宇出了一个作业，就是这个翅膀要可以这样打开、炸开的，那这样子才符合这个 RG 的这个感觉。那甚至你还新增了一些刻线。对，那我觉得你就跟各位观众讲一下，你是怎么完成这个移植的这个过程。那首先先看那个头部的部分哦，头部的差异主要是差在插领的部分有多了这条天线，像耳朵的部分，主要是移植了 HG 它这个零件。移植的方式呢，其实我就是很简单的是拿我们插领的宽刀，然后有去量了一下这个零件它的相对的大小，然后之后再拿相对的宽刀在这边相对位置凿了差不多大小的洞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安装。哇，这样就完成移植了。再来是胸部的部分，那胸部的话改造的地方比较多啦。那它字应该是改不出来，他字应该是改不出来，哦，对对，好，再来看怎么改出来。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零件的部分，在插衣的话，它是没有骷髅头的。那我们在插领的话，会有一个骷髅头的标志。哦，对。那这边移植的话算蛮简单的，主要是在后面这边打了一个铜棒，然后在相对位置的地方打一个孔位，就可以直接进行安装。哦，那这个零件的话，其实是我用了前台，然后再用搭配我们新出的锯子，然后去做切割。切割完之后，我在后面使用光固化补土，然后加上打一个桩。打桩完之后，这个零件也打一个孔位，然后就可以进行安装。哦，那个光固化土的作用就是增加厚度。对，增加厚度。哦，原来是这样。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我有加了一个胶板跟一个零件。对，那主要是因为我安装了这块胸部的零件上去之后，这边的话如果没有做这个细节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说这边就会有一个洞在这里，所以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核心占地在里面。这不就是跟衣服穿的比较宽松，没错的意思？对啊，你特地把它封起来。对，我把它封起来。哦，不然专业。那我们看这个胸部这个零件哦，它这个原本的零件呢，它是连在一起的。那我就是进行了切割，那换到左边这个零件，这边的话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使用了叉零的刻刀，慢慢的一笔一笔的画，把它画到穿过，就是整个零件分开了。那分开来之后呢，我后面呢就用了冠带的改造零件。对，那我们就可以实现了这个可动的部分。哇，好帅哦！那这个胸部的部分我们就改造完成了。哇，好强哦！很厉害吗？你该不会也改不出来吧？杀人还要诛心。好可怕呀！好，那最后肩膀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的肩膀，它的零件是长这个样子。我在这里的位置用叉零凿了一个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说这个零件可以直接扣上去。哇，这个真的帅很多，这个帅太多了。你看，我觉得这就裸装，这就有一个造型，有骨头造型的装备，真的差很多。其实你还没注意到一个部分，哪里？我这5个牙，有延长跟磨尖。哦，这个什么要注意？你这个天线，这个磨尖锐化，不就是模型师最基本该做的事吗？当然了，这一定是要的。所以我不用注意，这是应做而应做。在这个零件呢就很难了，因为我要锯2条线。那因为锯完这2条线之后呢，我们才能把它改为可动。那这个可动的话，就是我使用就有沙漏了一盒 RG 的独角兽。太奢侈了吧？你身为一个模型师，你不会用胶板胶棒做这个？我需要快速完成这个零件啊。胶板
也可以很快。哎、我脚起鸡皮疙瘩、哎你们现在都是富有型的模型师，好吧，没关系，我们目标先实现可动，未来再来实现胶板制作。对，就是胶板自制关节。好，你用什么锯这2条直线？使用的锯子就是用我们新出的那个10颗锯。哦，钢锯，你讲错了，10颗锯跟钢锯它是2个世界的锯子。10颗的原理呢是不锈钢，你帮它做了一个遮罩，然后用酸去侵蚀。那不锈钢它的特性是比较软，嘿，那比较软，你在锯的时候呢，就会寿命比较短，比较容易变形。这是第一个，但是相对它售价也会比较便宜，可是它锯起来的手感就会软软的。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电风扇。那钢锯是什么呢？钢锯它是一块很硬的钢，非常非常硬的钢。然后呢，我们必须透过慢走丝或者是快走丝，把这个钢变成薄薄的一片。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哦。然后这个锯子呢是研磨出来的。一个不锈钢它是直接酸蚀所有的齿都出来，但是钢锯所有的齿都是透过线切割这样，是不是很久？很久，代表什么？加工工时很长，它就比较贵，而且它钢材比较硬。但是我们又不能只有硬，它还要有一点韧性，所以挑钢材就会很难挑，因为它一定要比不锈钢硬，却又要有点不锈钢的韧性。我们这个钢锯，它在使用上，我要提醒大家，它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你被锯的东西一定要被夹持得很紧。为什么你在锯的时候啊，你看夹很紧，那就就断了。但是如果你锯下去，你没有把它夹住，假设这个手是被锯的物品，你跟着推，它就不会动。那以往大家把锯子弄变形，就是这个过程，因为你这边在锯，可是这个被锯物一直跟着移动，然后两边一直抽拉，这个锯子呢就会很容易的产生变形，甚至是断裂的情况。所以第一件事一定要有一个很稳固的夹持物，好，你再开始锯。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都是轻轻的推，轻轻的拉，它非常的利，它一定锯得动。那有些大力士啊，你可能是平常有扛瓦斯的习惯。或者是说你平常就带着哑铃去逛百货公司，可是呢，这是一个很薄的东西，你只要轻轻的绳就断了。那有些人会很大力下去太过大力，所以记得轻推轻拉。那轻推轻拉有时候你会锯一锯突然卡住了，你就直接轻轻的往上移去。那有些人他就会卡住了，就开始扭动，那你就会造成这个钢锯的变形跟破坏。最后一件事情，我们是设计给塑胶材料用的啊。我们有做过这个测试，阿志那边锯了几百颗，用同一把锯子锯了几百颗，它都是好的，齿都没有变形。但是如果你来锯木材，我们就不保证，因为木我有很多种，软的、硬的都有，或者是 GK 也不建议用这个锯，因为 GK 的翻件环氧树脂。有人用环氧树脂，有人用比较软的料，有人用比较硬的料，我们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所以这个是最适合拿来做塑胶改造。好，那最后呢，因为我们对它的这个钢材的要求真的太高了，所以当时研磨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的预计出货日期延期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跟你讲，我们送套子给你。就是一般你买这个锯子，它都不会出保护套。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保护套，就是它上面有个扣子，你放上去，往上这个扣子这样往后拉的时候，你就可以不会碰到这个锯子，轻轻松松把它拉出来。而且这个套子很帅气，额外送给大家就是延期发货礼。这样该不会大家以后都希望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延货？延货出货我们没钱赚，我们是没有收定金的，各位。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锯子的注意事项。那我们来访问一下耀宇，这次做这个骨钢有什么心得？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支叉0。对，那可惜的是RG他没有出。所以我就进行这样的组装的时候，我其实蛮兴奋的，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第一次处理，对，也使用了我们新出的工具，对，很多第一次的体验，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体验上来讲是很棒的。哦，就是这个移植改装过程是很快乐的，大家要记得，人要懂得享受过程。就像我们人的生命到这个世界上，他干嘛？他就是给你享受这个过程，不是享受这个结果。有些事情过程比结果还快乐。没错。做模型的部分，他讲到结果，为什么你没有上色呢？因为我还想要再做进一步的改造。哦，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进行了移植还不够，那你想要再做什么？我们要多做一些战损，然后跟旧化。哦，所以这次才会拆2集。对。哇，我真的很期待耶，因为我只是想说，那时候打给耀野，耀野已经把那个插0插1结合一下哦，没想到今天来就一通电话完就变这样子嘞。加上这样，上次好像有人说我们工作室我阴影不像阴影。哦，谁？那个人好像下面很厉害，下面很厉害。所以我们就牛刀小试，好，小试身手，告诉你什么叫改造，对不对？没错。你以为只有你会拼装哦？来放狗，关门放狗。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那喜欢我们频道，请帮我们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哎，你没有讲你下一次会把它完成哦，我下一次一定会把它完成，期待我下一集。好，谢谢，拜拜拜。阿志，哎，你看，你闻，你吸大口一点。不要，为什么要吸？阿龙自己付钱。我们都没有开哦，这你开的，对切的。我叫你把纸盒打开，我叫你把纸箱打开，没有叫你把这个胶带切开啊！啊不，现在直接卖到他，要怎么卖？要怎么卖你买多少？那时候好像7800吧。 ？7800，那我卖多少？7000。我卖7800。傻小！什么？我买7800，为什么我要卖7000？因为我胶带是拆掉啊。而且是7000是给观众的福利啊，剩下的800德龙自己出。哦，那一刀800，有没有双赢？哦 ，win win 呢，感觉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嘞。好，这7000，这7000，那800你出啊？800，我错。你们看哦，我上部故意做一个镂空，然后这里虽然有一个扣子的装饰，哦，让它的完整性看起来高一点，但是事实上你在抽的时候，你只要尾部往上提，锯子抽出来，好，它就不会被这个套子卡住，好，它可以同时起了这个保护作用跟美观的作用，好，所以还没有买的人可以去资讯栏参考一下。耳朵有点痒，好不好？哎，我跟你讲哦，我现在肌肉练大了，我都要做这种大台的。这个小台的买太多了，好，现在买太多怎么办？我们就不断的去这个我们的模型社团做活动。例如说我们现在有业配那个手游嘛，我跟你讲就是业配，那我们需要人家支持嘛，那怎么支持？你就去下载玩一下，那你就可以抽这个。然后下次我们出新品需要人家分享，我们就抽另外一个。所以大家呢，如果去这个疯狂模型师的社团，就会看到我们一直在办抽奖。还有一件事啊，如果你有做模型，好，麻烦你去把这个模型的作品放上去给大家欣赏一下。那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小问题。这个社团就是开放给大家，新手、中手、老手可以一起讨论模型技术的地方。啊，你们不要，这刻线刀怎么用？哦，然后传讯息给我们小编说，请他帮你找这个影片。有时候是我呀，然后这个喷笔怎么修？这些事情都可以在社团上大家一起讨论嘛。所以我们要让这个社团活跃起来，好，大家自己在里面好好的玩模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改灯，极限的改灯，那种教育训练费要3万元的改灯，我们在这里花钱帮你做成影片，去看，去社团讨论。好，谢谢。社团现在好有一篇置顶贴文在抽全能攻击自由，麻烦抽一下，拜拜。